大家好呀，我是云飞。之前做了一期人体工学椅的横屏，价格跨度很大，从1000到8000都有涉及，算是比较大概的了解了一下不同价位区间的椅子都有什么表现。但大部分用户在日常的购买区间应该不会那么大。我们搜索人体工学椅，发现大部分的购买都在2000元左右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来测试一下这4个品牌的4款热门的椅子，分别是西浩的 C300、黑白调的 E3 结构大师、保有金豪 B 2代、网易严选领航员 F1， 其中西浩 C300、黑白调 E3、保有金豪 B 都是处于2000元出头，网易严选是贵了一些，要2696。这些都是目前最热门的几款椅子，出其不意，记得点亮头皮支持一下。我们现在开始。在视频的开头，还是要问一下大家一天有多少时间坐在椅子上面？我个人从7点到工作室到晚上7点，几乎就只有中午吃午饭休息那一段时间不在屏幕前，就意味着我至少一天要坐7到8个小时。普通人可能一天也要6个小时。我的小伙伴是个程序员，他甚至一天要坐8到10个小时，这个就非常离谱了。我们这类打工人在座椅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床上的时间。而问题大家都知道，相信大家也都体会过，腰痛、脖子痛、肩痛，这些都是久坐造成的。原因大家也应该知道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一把好的椅子可以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，坐垫支持、背部支撑、头部支撑，这些椅子做的怎么样呢？谁会是更好一些的选择？这几把人体工学椅都是碗面的支撑，这点我是很喜欢的。为了大家可以更直观一点的了解，我们这次就直接从上到下来对比它们的特性。在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和我的体验下，我们将分为头枕、腰托、椅背、扶手、坐垫、后仰、脚托、舒适度这几大块内容来为大家横向进行对比。头枕方面，黑白调是4D 头枕，西浩、网易、保有都是3D 头枕。4D 头枕和3D 头枕有什么区别呢？我来给大家演示。黑白调的4D 头枕可以上下前后2个俯仰角度的调整，它可以灵活的调整颈部的承托能力。简单点来说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来获得良好的颈部支撑，而且是真正贴合的。3D 头枕调整区间就没有那么大，往往不能够完美的贴合各个身高体型的用户，特别是头部前倾的时候，只有黑白调是可以在前倾的时候整到，这点应该是很多用户的福音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完全贴合着椅子，不由自主的头会往前倾，这个黑白调加1分，毕竟只有它可以。腰托部分保有网易严选可以调整力度，分别是使用旋钮和卡扣的方式。网易严选的这个腰托和别人不一样的是，采用了分区的设计，腰托的材质也是高弹性材质。不过个人感觉也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做工比较一般。西浩不能调整，而且有点太软了。黑白调有3节向外的调整，然后腰托部分会旋转适应自动跟随，且腰托分为3块区域，两侧的区域可以调整到合适自己的位置。说实话，论腰托的包裹感和支撑感，这是我目前做过体验最好的椅子。椅背部分，这4把椅子都提供上下调整，所以差别不大。其中网易是双倍分区，它和西浩、黑白调都有一定的弧度凹陷，保有的相对来说比较平。在支撑力度上，4款其实讲真的区别都不是很大，毕竟同一价位、同一种类的椅子，椅背方面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。网易的双倍分区在这一块真的没啥区别，不知道有没有买了的来讲一下这个好在啥地方？我们一群人真的没体验出来有啥不同。在背部支撑这一块，反而是腰部分区可能还会感知更明显一点。扶手方面，黑白调、西浩、网易都是6D 扶手，但也各有不同。黑白调的扶手面积最大，个人感觉在打游戏、办公的使用中也是里面最方便舒服的，前后升降左右70度的旋转，40度的向上调节。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俯仰联动，这个功能在打游戏的时候真的贼舒服。而网易的不支持俯仰联动，在躺下的时候扶手就失去了作用。但它的这个扶手设计也非常有意思，除了上下，它仅支持旋转，但是旋转的角度非常的大，可以满足办公的需求。西浩我特别喜欢这个扶手的切换，非常顺滑，就是男生都喜欢这种机械咔嗒咔嗒的声音。西浩在这方面做得很好，调整的位置也是很不错的，旋转75度，仰角35度，联动后仰。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扶手的大小有点不合适，不是很舒服，而且有点过于灵活了，很容易调整到复位档，扶手直接就掉下来。建议下一代这个面积增大一点。保有是3D 扶手，在这个里面算是中规中矩，不支持椅背联动。在这里面的舒适度的话，还是黑白调会好一点，其次是西浩。坐垫方面，这4把椅子都是网面的材料，
所以透气性方面都非常不错。7号的碗面坐垫会有一些偏软，我个人不是很喜欢，特别是坐得太重，还有可能会触及前面的框架。实际坐上去倒还好，属于舒服的那一类。黑白调和保有的弹力适中，其中黑白调和7号的坐垫包裹感会比较强，保有四肢。而网易严选这个坐垫一坐上去，你瞬间会觉得它比较硬，然后坐一段时间你又会觉得还好，原因是碗面绷得有点紧，所以第一印象会给人一种硬的感觉。所以我工作室的小伙伴对它的感觉都是比较一般。当我实际坐久一会儿还可以接受，勉强可以和保有一个档位，但是它的碗面又比较密，透气性会差一些。在后仰角度，它们的字面数据差距不大，但是感受是明显的。其中7号的角度最大，可以达到145度，网易最小只能135度。虽然听起来差距不大，但实际表现方面是大的。大家看实际对比，但里面最舒服的是黑白调，它可以自由悬停，而且每一个角度的力度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平衡的，你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气就可以很轻松的调整。其次是可以扶手联动的7号，结合脚托，7号黑白调、网易严选都可以比较舒服的躺着，保有也可以增加脚托。但这次因为价格原因没有加这个配置，但脚托方面我们仔细来看的话，依然也会有着不小的差距。黑白调和网易严选是同一种类型的脚托，但黑白调的面积会比网易的大，末端的弧面会有更大的角度。7号只是网面的脚托，说实话有点细，网面也比较松，有概率会碰到外边的边框，但实际的体验也还挺舒服的，特别是碗面透气。但说真的，这个耐用程度有待考量。这些就是我们日常会注意到的椅子的全部了，当然还有轮子、底盘、气压杆等等，但咱们这次就不展开来讲这些了。这几个在这方面差别也不大。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讲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得到的，可以做出来的东西。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说，如果要给他们的舒适度来简单总结一下的话，我会这样区分：黑白调的舒适度，第一，因为腰部支撑它确实做得很好，分区控制且有力度的调整，然后就是头枕里面是调整自由度最大的，可以适用于更多人的，整体包裹性很强，躺平玩游戏很爽。第二是保有，整体没有什么错，也没有啥特别突出的地方，保有自家的调整旋钮倒是真的舒服，是里面操作我最喜欢的。第三是7号，各方面也挺不错的，就是碗面会稍微松一点，手托的面积小了点，不过这个调整的质感是真的一绝，就是可惜不够固定，总感觉扶手容易动来动去，如果你不熟悉的话，很容易一下子调到最上面，然后扶手就复位了。其他方面中规中矩。第四是网易严选，但说实话它是最贵的一个，虽然是双倍分区，但实际的体验没有特别明显，特别是坐上去的时候感觉不是很好，会给人一种不太舒服的印象。虽然扶手设计很新颖，但实际的用处不大，特别是还不能椅背联动，碗面做的太紧了，希望在后面可以优化优化。就是我们今天测试的4把椅子，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大家，希望你可以在这些视频里面了解到你想要知道的内容。这些视频都是我们的主观个人感受，毕竟椅子这个也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，希望可以给你一点点参考的方向。有什么疑问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问我，我是云飞。如果大家在本期视频里面有所收获，请务必点赞投币支持，这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。要知道你的支持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